我当然希望他能多用啊。这么多年忘机从来没跟我说过自己想要什么，吃什么穿什么，从来都没有过要求，给他的钱他就存着也不用。去读书后在学校住宿舍，工作后也自己租房，车也是自己买的。回来后我给他买了好多定制的衣服，他倒是还穿，送他的车他也不怎么开，我还头疼呢。家里赚那么多钱还不是想让自己亲人过得好一些。说实话，当初要不是他坚持，我还挺不愿意忘机去做那么危险的事呢。蓝曦臣一旦话匣子打开了，就开始絮絮叨叨，听得金光瑶想笑。金光瑶也知道蓝启仁对蓝忘机从小要求极严，蓝曦臣却希望自己的弟弟能过得开心一些。尤其这几年蓝忘机为了消灭不夜天这个犯罪组织，深入敌营，时刻冒着枪林弹雨，行走在死亡边缘，整天提心吊胆。好不容易有了魏无羡这个 Omega， 但又不能好好在一起，可把蓝曦臣愁坏了。还好现在已经苦尽甘来，金光瑶觉得自己这二哥以后总算能少操点心了。蓝忘机抬头看着拍卖师，一句话都没说，但眼神中的冷意看得拍卖师一个机灵，终于反应过来。他的专业素养令他恢复了状态，他的落下了锤子。蓝忘机先生出价600万美金。魏无羡急了，拉着蓝忘机巧声道：“蓝湛，没必要的，这画市价也不过是300万，你没必要花2倍价格的。金子勋那个大傻子自己愿意多花100万就花好了，送给叔父的礼物还能找别的，你别花冤枉钱啦。”蓝忘机握住他的手：“无妨。”魏无羡心疼地轻打了他一下：“别啊，不是说现在你的钱就是我的钱吗？该花的咱们花，这一下子多花300万。谁受得了啊？”看到魏无羡这么心疼的样子，蓝忘机安慰他：“没事，我有钱，有钱也不能白花吧。金子勋呢？他还叫不叫了？”魏无羡期冀地看向此刻在他眼中已经变身冤大头的金子勋。金子勋原本又被蓝忘机信息素碾压，又是被蓝曦臣和金光瑶挤兑，被人扶着堪堪站起来。本来听到蓝忘机提高了这么多，还气愤无比。现在倒是幸灾乐祸起来。魏无羡，你想让我再花钱？别做梦了，这画充其量就值300万，我多加100万不过是不想你拿到而已。既然你们肯多花1倍钱，那就当你们乐意做慈善，哈哈哈哈哈哈！我是不会出手的，死心吧。魏无羡看他这么嚣张的样子，冷笑一声，拉着蓝忘机坐了回去。面对这种人，他如果表现得气急败坏，金子勋反倒更开心。待众人都重新落座后，拍卖师也已经一锤定音，这幅古字画就归蓝忘机所有了。大家都站起来鼓掌，恭喜云深集团的蓝二公子。哪怕心里在嘲笑这位很少出现的蓝二少人傻钱多，但人家云深集团本来就钱多到没地花，这又是慈善拍卖，人家为一个没给1掷千金，他们也没什么可指摘的。只是这蓝二少居然和新锐设计师魏无羡坐在一起，十分亲密，这倒令许多高层人士心中盘算了起来。蓝曦臣暗暗跟弟弟咬耳朵：“忘机，莫非你看出来了？”蓝忘机道：“蓝曦臣一笑：“那就好，叔父定会高兴。”魏无羡眨眨眼：“蓝湛，你和大哥这是打什么哑谜呢？”这时聂怀桑赶紧把手机给魏无羡看，死死压抑着内心的狂喜：“魏哥，你快看快看，这字画好像真的不是那么简单啊！”聂怀桑从小就喜欢研究那些古书字画，哪怕出国学画也不忘私下做研究。原本他看到这拍品还不太确定，因为在拍卖前他们一定找专人鉴定过，不大会出错。可这幅画恐怕连专业的收藏鉴定专家也不一定能看出来，聂怀桑也是因缘际会才会得知此事的。聂怀桑给他看的是国内古董鉴定网站一个只有专业人士才能进的一个数据库，上面显示的藏品与那幅古字画一模一样，而最下面的收藏价值，这次轮到魏无羡嘴巴张成 O 型了，真的假的？这么大的差价，兰陵集团请的鉴定专家怎么一点看不出来？蓝忘机解释，若是齐大家的高仿字画，确实只值300万，但这并非高仿，而是真迹。蓝曦臣也在一旁笑道：“齐大师那幅字画，其实1年前叔父就买来收藏了，只是大多数人都不知道。忘机当时不在家，我也以为他不清楚呢。历史上有一位非常有名的书法家姓齐，他很喜欢写高仿字，
而且其技艺已经真至以假乱真的地步。这幅字画鉴定师以为是这位齐大师与另一位高仿画师合作的作品，却不知其实蓝启仁早已经买到真品，而这一幅又不是假画，那就只有一种可能，这是齐大师当年所模仿的那幅字画的真迹。魏无羡看着聂怀桑手机屏幕上的那个恐怖的价格，忍不住笑倒在蓝忘机的怀里。蓝湛，你这也太捡便宜了吧，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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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子勋要是知道肯定呕死了。噗，阿嚏！坐在另一旁沾沾自喜的金子勋突然打了一个惊天喷嚏，惹得旁人纷纷向他投来不满的目光。蓝曦臣很高兴，居然真的连那位文坛圣手的真迹会现世，而且被自家弟弟就花了600万买到手，心觉也许魏无羡真的是他们蓝家的小福星呢。忘机，你是看出来那幅字画的蹊跷，才叫的600万的？蓝忘机看了他一眼，轻声说：“魏婴想要。”即便这幅字画被人发现是真迹，价格拍到网页上那个价格，蓝忘机也愿意给魏无羡花。反正这么多年蓝曦臣给他的钱几乎1分没有用过，就算一下子全用完也没关系。蓝曦臣，你们高兴就好，多花点钱，不够了兄长再给你。蓝忘机点头，一点也不跟他客气，多谢兄长。这就是同意的意思了。蓝曦臣发现弟弟居然这么听话，开始用自己的钱了，顿时鼻子一酸，有一种喜极而泣的感觉。云深集团出的拍卖品是一件唐朝的古董，很快就被一位喜好收藏瓷器的外国人高价拍走。后面都没什么魏无羡喜欢的东西，而拍卖会又流程简单冗长。魏无羡本来就因为被标记后有点累，头一点一点的，最后干脆被蓝忘机揽住，靠在他肩膀上，呼吸着蓝忘机身上的檀香味睡着了。又过了一会儿后，蓝忘机轻轻把他叫醒：“魏婴，是你的作品。”“这么快到我的了。”魏无羡揉揉眼睛，先亲了亲自己的 alpha， 然后又在他颈窝拱了拱，好像一只粘人的小猫，惹得蓝忘机摸摸他的脑袋，也亲了亲他的额头。“无羡，听说你捐出来的是和 Skyla 大师一起合作的一款礼服，这位大师可有好几年没有作品了，听说是在养病，这次一重回就跟你合作，看来是很看重你啊。”蓝曦臣见魏无羡清醒过来，坐直了身体，这才探身过来，笑着问。魏无羡一笑：“是啊，其实老师也是华人，只不过他作为学院的名誉校长不常出现而已，我也是偶然间结识了他，嘿嘿。”说着就看向蓝忘机，一副求表扬的神情。蓝忘机柔声道：“魏婴很厉害。”魏无羡顿时比拿了最佳设计奖还要高兴100倍，搂着蓝忘机的手臂不肯撒手。他觉得人生真是奇妙，当年遇到蓝忘机的时候，他心理年龄才6岁，自己一开始是把他当作孩子一样照顾，可喜欢上他之后，反倒自己像个孩子一样，现在见到成熟的他也一点都不违和，不管是6岁的蓝湛，还是现在28岁的蓝忘机，都让他神魂颠倒，喜欢的不得了。